楚风兄弟，看出什么没有？秦玄凑过来问道。虚虚实实的，看不清楚。楚风说道。而就在此时，一阵尖锐的叫声自那结界门内传来，因为太过突然，不少人被吓得身体一颤，而接下来的场景更是让不少人捏了一把冷汗。只见那结界门的表面宛如掀起巨浪的湖面，泛起剧烈的波澜，紧接着便飞出了一只巨鸟。巨鸟双翅展开，长达万米，形似仙鹤，但却浑身火红，周身光芒普照，散发着强大的气息。这巨鸟的修为达到了真神巅峰，真神巅峰的妖物感受到这巨鸟的修为，一些远古小辈顿时面露慌张。尽管手上有蕴藏力量的令牌，可真正面对这种强大的存在，他们的心中也是完全没底。不是他们怂，要知道这只巨鸟的修为可是与各方天河霸主一个档次的，他们怎么能不惧怕啊？可红魂宗少主却是面露狂喜，他发现那巨鸟身上的光芒实则是一种难得的力量。他恍然大悟，原来这便是用令牌收集力量的原因吗？他的兜帽之下发出森森笑声，同时拿出一块令牌。令牌原本空白的地方，此刻仿佛是一道小型窗口，在它的另一端乃是一个浩瀚的空间世界。空间世界内没有他物，而是磅礴而汹涌的火焰。那不是寻常的火焰，而是拥有堪比真神巅峰力量的火焰。但因为他这令牌的质量较好，也使得他自己进行了一些改良，力量比寻常更强，因此他自信满满。他所收集的力量远非其他人收集的可比，真神巅峰的万米巨鸟他还真不放在眼里。看着这个自己费尽心思打造出的杰作，他之前因楚风而产生的不安开始散去，取而代之的乃是自信与得意，不由感叹一句：楚风，你未能收集力量，那你现在便只能看本少爷表演了。当代草包也想与本少争锋，实乃痴心妄想。话罢，他便御空而起，直奔那结界门的方向飞掠而去。他的目标不是结界门，而是那只巨鸟。那只巨鸟虽然强大，但出现之后一直在围绕着那结界门盘旋，并没有攻击任何人的打算。靠近一段距离之后，红魂宗少主便将手中令牌丢出，捏出法诀，令牌来到高空。不仅原本只能在手中的令牌立刻化作百米巨物，更是有一团火焰自令牌窜出，将令牌包裹成了一个巨大的火团。而伴随红魂宗少主法诀变化，那团火焰竟化作粗达1000米的火柱，直奔虚空之上的巨鸟冲击而去。有人出手了！秦玄发出惊呼，不只是他，几乎在他们这一边的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幕。虽距离较远，可高空之上景象本就清楚，更何况是如此大的动静。是那红魂宗的少主，楚风说道。相比于他人，楚风已经将目光锁定在了远处的红魂宗少主身上。巨鸟周身缠绕的力量是可以夺取的，他的目标应该是那力量。宇文炎日说道。众人讨论之际，那片天空都被烧得火红，火柱已不是一道，而是形成了数十道，数道火柱排列有序，横扫虚空。巨鸟起初还能闪躲，可是很快便被一道火柱击中，顿时丧失御空之力，跌落而下，落于地面。但火柱并未就此放过巨鸟，而是自高空折返，跟着大地的巨鸟而去。火柱落于大地，其恐怖威势更加凸显，以横扫八方之势，瞬息间便吞没数千万米之土地。而在火柱如此攻势下，那巨鸟也是彻底没了气息。感受到巨鸟已死，红魂宗少主才法诀变化，收回火柱。只是火柱回到令牌之内，令牌却也出现裂痕。见状，红魂宗少主掌心释放结界之力，形成封锁阵法，想将令牌稳固。可那阵法不仅立即破碎，就连令牌也彻底破碎，化作阵法之力四散而去。哪怕并未耗尽全部力量，却也只能使用一次。他略有遗憾，但这抹遗憾却并未持续太久，而是御空而行，来到巨鸟上空。巨鸟肉身已化作灰烬，唯有漆黑的骨架横躺在那被火柱轰出的火焰巨坑内。别看巨鸟已死，可先前缠绕巨鸟周身的那团力量却依旧存在，且毫发无损。红魂宗少主特意取出一个布满符咒纹路的金冠，随后布置阵法，将那力量收于金冠之内。少主，这是什么啊？此时不仅红魂宗的人聚集过来，就连跟随红魂宗少主的远古与当代小辈也都聚了过来。能来到这里的没有一个是傻子，他们一直在暗中观察，也早就发现了红魂宗少主的意图，还不知道是什么，但必有大用。红魂宗少主说道。可就在此时，那结界门内又有尖锐的叫声传来，与先前的鸟叫一模一样，只不过这一次不是一道，而是数道同时响彻。伴随那结界门剧烈蠕动，一只只巨鸟自结界门内飞掠而出，这一次竟有100只，无论是外貌还是修为，与刚刚的那只巨鸟一模一样。不过这一次，那些巨鸟并未围绕结界门盘旋，而是直奔红魂宗少主等人攻击而来。诸位莫慌，这些由我来应对。可有了先前经验的红魂宗少主，此时根本不将这些巨鸟放在眼中，哪怕数量增加了数倍。只见其再度拿出一块令牌，顺势催动数道火柱，同时自令牌之中射出，对虚空之上的巨鸟发动了攻势。只是这一次的巨鸟虽然修为体积与先前的巨鸟相同，可是战斗经验似乎更加丰富。如此磅礴的火柱，第一时间竟未能将大部分巨鸟抹杀，只是抹杀了少数。不过红魂宗少主催动那力量的手段也非同一般，巨鸟根本无法靠近他们，依旧处于被动之地。怎么那些巨鸟开始主动攻击人了？秦玄不解，
不是之前不主动攻击，应该是他们有一个攻击范围，眼下是远古小辈落入了攻击范围之内。宇文言日分析道，时间流逝，那百只巨鸟也都被红魂宗少主尽数抹杀，只不过因为这一次交战时间较久，一道令牌的力量根本不够消耗，这一次他使用了耗尽3道令牌的力量，才将那百只巨鸟全部抹杀。可紧接着又有巨鸟出现，这一次达到了数百只，但红魂宗少主依旧不慌，再度催动令牌力量与巨鸟进行交战。楚风兄弟，这样下去不行啊，这样下去那巨鸟身上的力量都被远古那些人收集走了。秦玄是想劝楚风出手，倘若他们收集的力量就是为这些巨鸟准备的，就是让他们猎杀巨鸟，从而获得巨鸟身上的力量，那他们应该出手了，总不能一直看着别人获取力量，让他们收集。可楚风却面带笑容，丝毫不慌啊，让他们收集。秦玄起初不解，可很快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笑着说道，我懂了，你是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让他们收集，然后咱们抢他们的。可楚风却笑着摇了摇头，不是吗？秦玄更加不解，晚点告诉你。楚风故弄玄虚，露出一抹坏笑。秦玄更加好奇了，但处于对楚风的信任，也没再追问。而接下来的时间，巨鸟一批接着一批出现，红魂宗少主也意识到不能一直消耗自己的令牌，开始排兵布阵，让其他人催动令牌力量与巨鸟对战。当然他也不会独吞，而是会将使用令牌力量的人将从巨鸟身上收集的力量分给他们一部分。当然他也不是什么好人，正常来说人家令牌都耗尽了，应该全部分给人家，但他只是分给人家一半，美名其曰你们能够获得力量全靠我，我分你们一半，以示仁至义尽。可纵使他们人数近万，但也耐不住那巨鸟一批接着一批的钻出来，简直无穷无尽。终于他们所有人的空白令牌皆是耗尽，红魂宗少主只能带着众人远离那片区域。此时虚空之上的巨鸟已达1000只，但当红魂宗少主等人离开后，这些巨鸟倒也是真的没有去主动攻击人，而是如先前的巨鸟一样围绕着结界门盘旋。又过了一段时间，又有1000只巨鸟从结界门内飞掠而出。原来这些鸟会无穷无尽的出现，早知道就晚一点发动攻势了。见着那漫天的巨鸟，一个7届圣府小辈略感遗憾，这样的数量他们催动力量那简直随便抹杀，毕竟数量太多了，乱打也能打死几只，何况他们又不是蠢蛋。然而那位小辈话音刚落，他伴随一声惨叫便倒飞了出去，落入红魂宗少主的手中。你是在埋怨我？红魂宗少主冷冷地问道。他又不傻，这位能想到的，红魂宗少主其也想到了，可先前谁知道后面会有这么多巨鸟源源不断的出现。他正郁闷着呢，此人此时开口，分明就是给他添堵，他岂会容忍？没，那位7届圣府小辈还想解释，可话未说完，只听咔嚓一声，红魂宗少主便将其脖子扭断，随后大袖一挥，将其丢在了7届圣府众小辈身前。你见此一幕，7届圣府其他小辈也是面露不悦。记住，你们都是被那楚风抛弃之人，能有今时，全是拜我所赐。你们不感恩也就罢了，但若是觉得本少爷是好惹的，那就掂量掂量。我不管你们来自哪里，7届圣府也好，其他势力也罢，你们在本少爷眼中都是一样的。本少爷高兴，给你们一些赏赐；本少爷不高兴，就将你们踩死。当代的所有小辈，将你们先前收集的力量一半交出来。红魂宗少主背对众人，伸手说道：啊，这……当代众小辈无语，明明他们得到的便本就是该得到的一半，如今还让他们交出去一半。可就在此时，真神境威压自红魂宗少主体内释放而出，笼罩了他们所有人。见此情形，人们哪里还敢犹豫？这位已经原形毕露，现在说杀人就杀人。于是当代武者纷纷又将力量取出一半，交给红魂宗少主。就连7届圣府的小辈们也是十分乖巧，纵使他们有一位兄弟被杀，却也是连个屁都不敢放。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这样懦弱的表现，实则是救了他们一命。红魂宗少主可不是什么好人，他先前抹杀7届圣府那个人只是一个开始，他在等待有人反抗，只要有一个人反抗，他就大开杀戒，顺势将所有当代小辈身上的宝物抢过来。可当代小辈如此乖巧，反而让他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毕竟还有远古小辈在呢。若是开始就敌对也就罢了，可是他招揽这些当代小辈跟随自己的，若不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他还真就不好大开杀戒。与此同时，老一辈所在的星空之中，众人依旧在观察，但什么都看不出来。可就在刚刚，当代修武者这边，那结界门上的数字有了变化，原本是9780，现在变成了9779。但这样小小的变化，无论是当代还是远古的强者，都当成了一种提示，他们都觉得秘密可能就在这数字之中。于是几乎所有人都开始认真观察起他们所在结界门上的数字。楚风等人所在空间世界内，巨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涌现，转眼间巨鸟的数量已是达到万只。也就在此时，所有巨鸟一边盘旋，一边发出鸣叫，身上光芒也随之大盛，竟然交相辉映，仿佛形成了一种奇特阵法，随后同时涌入结界门内。当万指巨鸟尽数涌入，立于虚空之上的巨型结界门终于彻底开启，已是化作可入状态。变了，那结界门开启了，可我们可以离开了。见此一幕，远古众小辈兴奋不已。尽管目前来看，
从巨鸟身上获得的力量没有任何用处，但至少看起来那力量非同一般。总之，他们已是收获满满，就等着离开此地，开启下一征程了。就连原本内心烦躁，在想着要不要将当代小辈全部抹杀的他，也干脆决定放过众人一马，进御空来到虚空之上，放声呐喊：“楚风，躲！你们继续躲，躲到最后，你是一无所有，而本少爷却是收获满满。我告诉你，奇珍异宝是留给勇敢者的，像你这种未寻安然便只会躲起来的怂包，就不该来到此地。”话罢，红魂宗少主干脆将悬于身后的旗帜抓入手中，手握旗帜向前一指：“诸位，就让那群怂包留于此处，而等随我开始下一征程。”红魂宗少主站起身来，带着众人御空而起，伴随阵阵刺耳的嘲讽笑声，那由远古与当代近万名小辈组成的大军，浩浩荡荡的向那结界门飞掠而去。妈的，竟敢嘲讽咱们！楚风兄弟还不出手吗？再不拦着，他们可就要走了。秦玄急切地看向楚风：“拦不住的，你仔细观察一下，结界门内出现了一重力量，笼罩了他们，那力量很强，我们纵使催动令牌力量也无法破开。”楚风说道。在楚风的提醒下，他们也是发现那结界门果然是隐隐间有一股力量笼罩住了红魂宗少主等人，那是强大的庇护之力，他们还真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红魂宗少主等人进入结界门之内。